App 的更新、微博和推特上的信息、油管和 B 站的视频、想听的播客、知乎的刚下飞机、这个月定档的新剧、在追的小说、霓虹国老师的新电影、idol 的新歌、跟踪的优惠信息，今天又可以领的免费游戏，都可以在这里直接查看，而且自动更新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rry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内容平台都是以算法推荐为主？平台会猜测你的喜好，比如说我给一个大胆一点住进电梯间的视频点了赞，它就会不断的推送相关的内容给我，什么更大胆一点住进洗手间，再大胆一点住进 ICU。我想我都住进电梯间了， ICU 就没有必要了吧？这就是信息茧房，时间久了你只会听到一种声音，感觉全世界的人都挺大胆的。想要解决也很简单，只看自己关注的，再按照时间排序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的内容都分散在各个平台，一个个关注过去就太麻烦了，有这时间还不如给我点个关注呢。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 all in one 呢？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大部分我想看到的内容呢？ RSS 名字翻译过来，按照今天的说法非常有果味，真的很简单的订阅。如果说互联网像个自助餐，信息和菜单一样，你看到最后也不知道要吃啥，而 RSS 相当于定制的外卖，你不用在每个平台上跑来跑去找饭吃， RSS 直接打包给你送上门。我一直觉得使用 RSS 会有一定的门槛，最大的阻碍就是订阅的信息源，它获取内容的方式不像现在主流的推荐算法。我曾经试过教家里的顶梁柱使用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RSS 没有主页推荐，也没有一开始让你选择想看什么，你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看什么样的内容，然后找到相关的信息，添加到 RSS 阅读器里面。最早 PC 时代，网站基本都有提供 RSS 的图标，点击后就能添加。后来越来越多的网站只提供内容概要的 RSS， 你要看完整的内容，还是要点击跳转到网站上。不这样搞，你们看不到广告，他们也活不下去。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就直接不提供 RSS 了，他就希望你多刷刷，刷的时间多，总有机会知道你爱看大胆一点住进电梯间，或者让你多看一些广告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愿意花一点点时间，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订阅问题。著名的 RSS Hub 项目包含常见的几十个内容平台的订阅源，通过简单的配置就可以获取，最后再添加到 RSS 阅读器里面就好了。比如屏幕上的这些。我自己从谷歌 Reader 一直用到 Readerwise Reader， 现在用的是 Follow。Follow 的开发者同样也是 RSS Hub 的开发者，所以它直接集成了 RSS Hub 的功能，降低了使用 RSS 的门槛。添加订阅源的方式有3种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输入 RSS 的订阅链接，比如我们在播客主页找到 RSS 图标，复制粘贴上去就 OK 了。上面这种输入 URL 的方式还是有点麻烦，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添加页面上直接使用常用的订阅源，比如增加 B 站的 UP 主投稿。我们来到 B 站模块，选择 UP 主投稿，输入 UID 可以在 UP 主的首页上看到，复制过来后就添加成功了。如果你有在用其他的 RSS 阅读器，也可以把之前所有的订阅源无缝迁移到这里，这也是 RSS 通用协议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，内容的所有权是在你自己手上，不会被平台和工具绑架。即使有一天 B 站和油管都倒闭了， RSS 可能也还会存在。Follow 会针对不同的内容呈现不同的视图，这样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。文章类视图分为3列，左边是信息的来源，同时会标注未读数，中间是标题和简介。如果是英文，它会自动翻译标题，鼠标移上去就显示原文。标题下方是 AI 总结的文章内容，最右边就是正文的部分。我自己的阅读习惯是这样子的，我会先大概看一下标题，如果不感兴趣就直接往下滑， Follow 会自动把这个文章标记为已读。遇到可能感兴趣的话题，点击标题后，文章就会在右列出现。这时候大概看一下 AI 总结的内容和目录，快速的判断这个话题是了解一下就好，还是需要深入的研究。如果需要深入的研究，就添加到稍后读，等有大段的时间再去看。Follow 目前支持 Readerwise 和 Instapaper 这2款稍后读应用。如果碰到 RSS 只提供部分正文的情况，就可以使用 Readability 功能，它会补充正文剩下的部分。如果你有听文章的习惯， Follow 也提供了文字播报的功能，在设置里面选择你喜欢的音色，让它帮你播报一段新闻。使用卫星键盘观望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是真的好用，提高文字输入效率杠杠的。同样看过这篇文章的用户会显示在文章的左上角，点击头像后就可以看到该用户订阅的信息源。
这里经常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内容。多看看其他人订阅的内容，不会让自己困在自我推荐的信息茧房中。社交媒体的内容分为2种视图，推特、微博，文字类的分2列，左边是博主，右边是推文，图片支持点击放大。这里有个我很喜欢的功能，推特上有很多大佬手动整理了一些有意思的主题列表，列表里包含了相关的博主，你把这个列表的链接直接放到 follow 里，就可以看到这些博主的推文，相当于你去麦当劳吃饭不是单点，而是直接买套餐吃。图片类的内容使用瀑布流的展示方式，左右滑动查看其他图片，点击播放视频。像 B 站、油管这类的内容也采用瀑布流的方式，左边显示订阅的频道，右边为视频封面和标题，点击后播放。播放器界面和网页版一样，可以调整分辨率、字幕、音量等。播客这种音频类的内容采用的和文章类似的视图，右侧同样也提供 AI 的内容总结和这一期的 show notes。点击中间封面就可以进行播放，播放器支持倍速、快进、快退和下载。最后一种类型也是通知类，也采用和文章类似的3列视图。Follow 目前还在内测中，采用邀请机制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多关注他们的社交媒体或社区，也可以找身边在用的朋友生成邀请码给你。每天登录 Follow 可以获得20点能量，在设置中点击生成，消耗100个能量就可以看到全新的邀请码。如果你是第一个看到这里的观众，有缘人，恭喜你呀！获得了全新的邀请码。RSS 只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机制，比起推荐算法，它更有效率，阅读体验更好。不过你订阅的源太多，也会信息过载，产生信息焦虑。我的建议是，不要在乎订阅源，因为真正值得订阅的没有几个，你需要不断的优化和更新，才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茧房。听到这里，你觉得 RSS 能替代推荐算法吗？还是你更喜欢那种大胆一点、住进电梯间的内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 Barry，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